今天属于那种典型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因为今天我是应该去那个考驾照的。6:05就起床了，然后6点半赶到考场熟悉一下考场的线路，大概跑了3圈。按教练的话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真的跑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无论是高速路段还是低速路段，包括左转右转都没有问题。那最终栽在左转变道上，属于那种直接被枪毙了。第一次路考就这么结束了。我后来也在想，为什么？我也很难跟自己解释这个问题。但其实想清楚了也很简单。当教练考官让你左转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左转道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的话，你无论他是考官还是其他什么人，其实他没有权利帮你做主，最终能够做决定的还是你本人，对吧？所以考官认为我左转的过程中没有放出足够的安全距离，那么一票否决让我重考。差不多9点钟吧，到现在半天了，我也算想通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做的没有错，是我的问题造成的。我认为他既然让我转了，应该是肯定能转，就我本能的有这么一个想法。而且从内心来说，既然得到指令了，那么尽可能去完成它。就如同我们经常说的一样，有困难是吧？没有条件，那么创造条件也要上。你第一反应就是打左转灯，看倒车镜，甚至看盲点，就是把头向左边，回头去望。按照美国的习惯，你至少有4到5个车位，你才能切入左边的这个道路进行左转。但其实我知道根本没有，大概只有2个车位，也就意味着左转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与其说我过分的迷信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如说我更想完成教官的指令。那么在我眼中，我有能力完成这种超越，而且我已经打了左转灯，后车知道我要左转，他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加速，他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认为即便我左转过来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行车安全。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人家也是这样做的。我左转切过来以后，他并没有明显的速度变化，也没有按喇叭，他没有提任何抗议，但是我的考官认为我在危险驾驶，所以他直接一枪毙命，让我重考。我们都知道，面对考官你没有任何机会去辩解，其实你也没有能力去抗辩别人的裁决，那我就只能想自己的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其实有好几个朋友帮我做了参谋，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呢？在我们太注重考官的这种要求了，总认为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
最起码一点，不能让自己听到指令毫无动作。有些人给我提意见说，这是50年来受到的教育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人家讲的是对的。首先一个，在我这个年龄的过程中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认为无论是谁本能的你把他当作领导他跟你提的任何一个要求都是你能做到的。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能力去完成的话，他不会给你提出这个要求。但事实上今天的结果让我感觉到了一点，无论你是考驾照还是按照人家的规则去玩，人家其实最重要的规则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去进行任何决定。如果你没有能力保证它的安全的话，其实你完全不用服从它的要求，甚至即便是你的驾照的考官，你也可以无视他的要求，因为你最终要保障你自己认为足够安全，你才能去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今天的错误呢，已经达成了，或者说后果已经达成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因为危险驾驶，比如说在不应该停车的地方他停车让行了有些人是因为超速，还有的人是因为倒车的过程中撞到马路牙子。所有被拒绝通过驾照考试的人原因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驾驶习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临停3分不抢1秒，但其实我们听说过这个口号，自己也读过，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有可能人家是真的能做到的，即便人家车比你多，但是人家的交通事故其实跟你差不多。原因就在这儿，人家从小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即便是在完全能够确定安全的情况下，人家也要1步3回头，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倒车，他都会频繁的让自己扭动脖子，不仅仅看倒车镜，确保安全，确保没有突发事件，才会进行驾驶活动。很多时候我原来认为自己是一个熟练的驾驶员，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今天我真正的感觉到，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过分的相信自己的驾驶技术，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容易获得你需要得到的答案。我今天没有通过驾校的考试，其实我如果说要是能够谨小慎微一点的话，现在我就可以有驾照了虽然他需要寄到我家，但是今天他会给我一张单子，告诉我通过考试了，我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驾驶员，可以开车了。但是我现在没有得到这份单子，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屈辱，很难受。我今天从上午回来以后到现在一直不是很舒服。但是无论你想通不想通，其实人家不是很在意。
他需要你知道的是安全意识。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尽可能要融入一个新的世界，要改变自己原先的一些习惯，但其实我自己也没做到。现在我待在自己的家里，坐在车里，看起来好像很爽，其实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我没有驾照。我犯的错误是很简单的错误，甚至在中国的考试中都不一定能算作错误。安全意识在美国，它的要求比我们认知的要高。无论你怎么想，这是一个新的国度，它有自己的规则。人家没有邀请你来，你既然来了，你就得遵守别人的规矩。无论你认为它是非常牵强的，或者说是非常先进的，你进入这个体系，你就不得不服从它。其实事实就这么简单，找任何借口都不解决最后的结果。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会非常小心的来应对这个问题，但是下一次路考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除了变道的过程中没有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外，我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未来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说句良心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只能说一点，发现一个问题，纠正一个问题。人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度，我们到达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在非常艰难的适应它。其实我们嘴上或者说心里，哪怕你愿意去适应它，但是你的潜意识包含的动作中更多的是有一种抵触，这种抵触不是光靠你认识到就能解决的，更多的时候要有一次一次的打击，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玩了，你才会真的改变。我就觉得我今天做的事儿特别不靠谱，挺丢脸的，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避免我现在遇到的这种尴尬。即便你在中国开了30年车20年车，其实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定要重新适应。人家给你驾照的时候不在乎你驾驶技术怎么样，更注重的是安全意识。每一个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其实融合在他的驾驶生涯中的每一个环节，人家也不可能保证不犯错，但是他尽可能在避免犯错的几率过大。整个社会中其实不仅仅是驾校考试这一关，日常的生活中人家也非常注重安全意识。你做不到，你就不能融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我的这次我认为是比较丢面子的这种行为来给大家一个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尽可能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不要太过于表现自我的同时暴露出自己原先驾驶习惯上一些不符合汽车文明驾驶的这些行为。无论你是想代表一个国家还是想代表你自己，其实你能做的很少，就一条，守规矩就行。祝愿大家都比我运气好，能够尽可能避免重蹈我的覆辙。谢谢大家。
再见。